一气场强的人是什么样的？一喜欢清静，享受孤独，外表温和，内心孤傲。看起来他的朋友很少，但身边很多人都想以他为友。二解决问题的思路清奇，非主流，却总是很凑效。三不会出现失态的大笑或大惊，要么没有表情，要么保持一种善意的微笑。常人很难摸透他到底在想什么。四不会刻意讨好他人，也不会轻易贬低某人，就事论事是他一贯的风格。五喜欢阅读有思想深度、严肃理论的书籍，喜欢做烧脑的事。六面对突发情况，他也急，但不慌也不乱，大脑依然能保持思路清晰，迅速找到解决方案。七面对陌生事件，他往往是最后给出判断和发表意见的。然而，虽然是最后出手，但他的观点和判断却往往是最切中要害的。简单说，就是一个扫地僧的形象。八无论何时，目光向来坚定，而不是游离漂浮。二圈子越小越固化。接触了不同的女孩男孩，就会发现，有人满足于吃喝玩，有人在努力拿学历，有人到年龄就在老家结婚生子，有人顶着年龄在大城市拼搏攀援。大多数男女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另一半的能力，他们从没有靠脑子思考过，他们只是看表面颜值，完全不懂得另一半也是根据思维和内在的不同，分为不同层次品级的。你的圈子越小，越固化，越没本事，你就越接触不到优质的女男人，而选择不一样的女男人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极大的。你选择了老实安逸的女男人，后代要么继承了这种基因，变得老实窝囊，要么就会在成年思维觉醒后，这个老实安逸的母亲父亲会成为他最大的掣肘力量，因为思维的完全不同，会产生长久激烈的精神碰撞，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内耗来源。三，做大而难的事，本来就无捷径可走，就是一年365天，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，死磕。要做好它，仅仅是我尽力，这种努力程度和做事态度完全不够。你必须昼夜不分地拼命，夜以继日，日日不断地干，一刻也不停。睡眠保证6至8小时，因为缺觉会减瘦，也会减弱记忆力和专注力，影响工作效率。健身保证1小时，因为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，身体素质差，肯定扛不住，不每天健身的话，身体就垮了。拿出至少半小时独立思考，只有独立思考时，灵感才会从脑子里迸发出来，也能避免低效率的战术上的勤奋，战略上的懒惰。另外，也不要让任何无关的人员占用你的时间。你一天只有24小时，来几个无关紧要的人跟你闲扯淡，你的2-3小时就被耽误掉了。大而难的事，大的事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拼出来的，都是老老实实，从小做到大，从小钱赚到大钱。付出远超他人的思考力、专注力和行动力。而那些速成的、走捷径的人和事业，成也忽焉，败也忽焉。四闲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不值钱。你会发现，越是那些思维弱势的人，他们的节奏都慢得要死。生意人讲究时间就是金钱，讲究效率，只争朝夕，干什么都要抓住时机。他们的思维都是加速的，大脑转得非常快，干什么事都是立刻行动，敢为天下先，生怕落人后面，绝不拖延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越是不行的人，干个事都是拖拖拉拉，要不找这个人商量下，找那个人问一下，或者他们总有计划之外的事情在等着他们，一会儿要干这个，一会干那个，就是不干计划之内的事情，或先看看别人怎么干，就怕跑人前面。想要成事，一定先要把思维节奏练出来，杀气腾腾，宁可干错，绝不错过。凡事先行动起来，先搞了再说，别拖，别等，别慢腾腾的，否则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。五，永远不要暴露你的真正实力。留3分气力是保命法则。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人刚见面都在试探，一开口就会问你是做什么的，在哪里，问及你的出身、学历、年龄、工作背景，以便他们能最快的速度给你打标签。聊个3-5次以后，你的画像在他们大脑里就出炉了，
他们会根据你的实力评判，决定对你的态度和算计。人和人之间，利益是本质。人人都在奔波逐利，很多关系的维护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。人其实是没有感情的，家庭情感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。朋友之交也多是为了建立或维护利益。没有利益往来的朋友，只会渐行渐远，连共同话题都没有。连最美好的爱情，也不过是生理本能、情绪价值、金钱供养等利益交换的总称衍生品。经济基础决定爱情乃9度。人是利益根本，人和人之间只有利益交换。一个不懂得隐藏的人，只会在这种社会被那些有心人处心积虑地生吞活剥掉。6. 为什么牛人不愿意待你？懒得理你，看看古人怎么做的。周文王请姜子牙亲自下手抬轿子，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，就连枭雄曹操也是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这些都是大佬对待人才的态度。牛人稍微点评几句，你就开始杠。生活的经验告诉我，遇到牛人一定要毕恭毕敬，听话照做。牛人就是孙子兵法讲的，将听无忌，用之必胜，留之；将不听无忌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智囊之所以称为智囊，就是不需要你动脑子思考，已经替你想好了，你照做就行了。牛人就是一言不合，你不听他话，就会躲得远远的，根本懒得理你。7. 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，包括你的儿女、另一半、兄弟、父母。你越为别人好，别人越讨厌你。很多东西是 DNA 里自带的，非常顽固，极度愚蠢，偏执到骨髓。没有碰到人生的重大挫折与灾难，80%的人都不会真正的认知觉醒。不要试图去劝你的儿女好好学习，除非他自己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。不要试图去说服你的配偶疯狂赚钱，除非他受尽了社会的毒打。不要试图说服你父母的老思想，除非他自己已经想通。一个人的认知觉醒不会发生在岁月静好的时候，没有经历人性的险恶、社会的吊打、赚钱的艰难，一个人永远不会成熟。8. 一个人城府深有什么样的表现？1. 超长的自律和自控能力。2. 说话慢条斯理，有自己节奏和超强的目的性。3. 宠辱不惊，喜怒不形于色。4. 特别懂尊重人，礼仪礼数特别周到。5. 善于倾听，有一种超强的亲和力。6. 和谁都能聊几句，并且聊得舒服有意义。7. 知行合一，心口不一。8. 便宜不爱占，大亏不会吃。9. 心思缜密细腻，能够感知身边人的情绪变化。10. 对人对事从不轻易明确自己的态度。9. 不要对垃圾人做出回应，不然你们就产生了链接，你们之间就会产生能量平移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笑脸是不会消失的，只是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。当别人打压、控制、讽刺、嘲笑，想要毁灭你时，你只需要转身离开。你如果冲上去对别人解释，那就是把自己的好状态拱手相让。不然好多成年人为什么喜欢打骂孩子呢？看着孩子痛哭，大人心里就会放松很多，这就是把情绪垃圾丢给了孩子。这种孩子即便小时候灵气满满，长大后也会逐渐掉谢，看上去没有半点活力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10. 什么是高人？高人就是拼命开发脑子的人，无论男女都一样，只要脑子好，在哪都玩得转，什么情况下都玩得转。那么如何开发脑子？所有人的脑子都一样，一开始都是一片混沌，大脑只是部机器，首先要进行大量的信息灌输，当然信息越优质越好，先把脑子的混沌冲开，其次要反复思考提炼，脑子是越用越灵光的，
就像刀子一样，越磨越快，越锋利。让意识活起来，动起来，双眼闭，心眼开，关照万物，通通透透，清清楚楚。11，宁可教子猛如狼，不可教子软如羊。不是说要你把孩子培养成凶狠残暴的人，而是要让孩子适应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，争取成为食物链顶端的人，而不是活在食物链底端任人宰割。会赚钱的女人教育孩子，重点只抓如何强大加如何搞钱加如何分钱，而不会赚钱的女人教育孩子，天天抓听话，抓成绩，抓辅导班，抓早恋，抓打游戏，抓一堆鸡毛蒜皮，就是抓不住核心和主要矛盾，最后成功的把孩子培养成废物，遭遇一次破碎就人生报废。12，真正厉害的人都经历过无数的艰辛和磨难，才有了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心境。他们通透果断，平静冷漠，却又温柔善良，睿智智慧。因此，去经历，去磨难，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在生命的道路上，不要只追求平静的一帆风顺，而是应该迎风破浪，所向披靡。用出世之心，行入世之法，以无为之心，做有为之事。13，不管男人女人，一旦开了窍，就会变得非常厉害。没有了内耗和他耗，集中所有能量和心力，目标和能力匹配，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，毫不畏惧，所向披靡，一往无前。他们有着很强的屏蔽力，屏蔽掉不利于前进的杂音，将埋在身上的土变成向上求生的台阶。内心强大到可怕，万物不为我所有，万物皆为我所用。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哪怕是一件在别人眼里再不幸的事，先问一下自己，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比如残疾疾病、失业失婚、遭遇背叛、公司破产等等，哪怕这件事有100个坏处，总有一个好处，盯着那一个好处，向着太阳前进，就会把阴影甩在身后。他们有着惊人的行动力，做内心充盈的乐天行动者和理性创新的高效学习者。思维清晰，目标明确，动作精准，节奏流畅，过程欢快，自由切换，进入心流，绝不陷入否定、怀疑、恐惧、埋怨等负面情绪中。内在能量自然流动，很难损耗了。他可以随时用满格的能量和心理去做他想做的事，成为他想成为的人，去进入到他想要的状态。14人在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自己？就是在你不执着于向外界、父母、家人、同事、陌生人、社会等证明自己的时候。大自然里没有任何一个动植物需要向大自然证明什么。你看见过云需要证明我是云吗？你见过老虎证明我是老虎吗？你见过树需要证明我是树吗？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唯一且不可替代，生来就是极其完美的自己。我们需要证明的只是自己的开心、快乐、独立而幸福的自我。成熟的开端就是停止展示自己，反而专注于打磨自己。所有的人都是从我行我素里开始散发出魅力。15，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跳进水里，忍受呛水，学会游泳。这个过程越年轻实现越好。就像小鹰往山崖下跳，要么学会飞，要么就狠狠地被摔死。打工思维和创业思维是2种完全不同维度的思维。在打工和创业之间有真空期，这个真空期就是你的那段无人理解、无人帮忙、独自苦熬在黑暗中扎根成长的日子。这段苦日子一定要经历。打工思维独在稳定、安逸，因为你挣的是老板的钱，久而久之你会在舒适区等死。而创业思维独在刺激、大起大落，因为你挣的是市场的钱，创业是主动找死。只要你创业体验过1天1个月挣了打工1年几年的挣的钱，你就再也不会想着打工了。胆子大一点，尽早实现独立靠市场谋生，脱离原生家庭思维，忍受真空期的窒息，不断脱离舒适区。财务独立是思维独立的前提。思维跳出来了，人生也就真正自由了。16，凡是让你觉得不好意思的事，都要马上去做。
商户不好意思要账，结果自己门店关了；不好意思向心仪的人表白，结果他跟别人走了；不好意思让客户签单，结果客户在别人那里成交了；不好意思和优秀的人来往，结果自己变平庸了；不好意思认错，结果熟人变成了陌生人。不要让不好意思成为你人生的绊脚石。凡是让你觉得不好意思的事，都要马上去做。17大领导都是人性大师。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大领导，你会发现那都是人性大师，没有绝对的清廉，也没有绝对的大贪，两个绝对在初期就被淘汰了，不可能继续往上走。能继续往上走的都是人性艺术家，就是也拿也占，但是知道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，剩下的那都是运气了。整体是2大原则：第一，拿大不拿小；第二，拿强不拿弱。18，为什么我们找大人物办事送礼送不上？因为我们被划在了红线以下，属于有隐患的钱。但还有一类钱也是小钱，但属于可以收的，就是自己带过的兵、自己的下属，还有归类为礼尚往来的，这种算是维系感情的，无欲无求的，绝对安全的。特别是自己提拔过的人，收的再多，也可以理解为年度分红，绝对安全，自己人。层次越高的圈子，朋友之间哪怕初次相识，彼此之间也没有攻击性，让人很舒服。19，没有学不会的能力。世界上任何一种能力，只要你迫切想学，真心想学，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教你，你都会拼命想办法找人、找资源学会。你想学的不够迫切，不够冲动，给你再多方法，也只是搁到一边。像禅宗断臂求法的心有没有？鬼谷子徒弟跳崖证明诚心拜师的心有没有？20，学习就是为了使用。拿到预期结果，直接用结果说话，用回报说话。不能应用的知识、案例、经验一概不学。要做实践家，不要做知识的饭桶，不要做穷酸书生，也不要把记住的知识、案例、经验用来闲聊、争辩，只会拿学识跟人聊天、评判、指责、纠正，知道别人做得好不好，自己却没有结果，收入低，穷酸书生，扯再多都没意义，就是个笑话。21，为什么现在结婚越来越难？很简单，男人不缺性，女人不缺钱。在这个越来越开明的社会，男人想得到性太容易，女人靠自己赚到钱也太容易，于是婚姻成了鸡肋。要知道，婚姻是需要2个人互相包容的。既然大家都一个人都可以过得更好，为什么还要找一个人去互相包容？社会要求我们要不断的赚钱，尤其是男人，你首先得有钱才能被社会认可，才能被尊重，哪有那么多精力、时间、耐心去追求一个女人？与其在追一个女孩子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倒不如把这些时间精力都用在赚钱上。只要赚到钱了，女人、名望、尊重都有了。如果没有钱，即使创造了一时的浪漫，又能维持多久？对于女人来说，也要不停地赚钱，因为他们发现这个社会最后的依靠是自己，男人是不靠谱的，自己有钱自己享受，再也不指望遇到一个好男人，那太虚无缥缈了。而且这个社会给了女人足够的权利去赚钱，男女越来越平等，女人的优势甚至越来越凸显。在广大一线城市，很多女人赚钱的能力一点不比男人差。按照这个逻辑，以后社会最大的成本就是感情成本，大家都不会再互相付出感情，投入感情太容易受伤了，不如逢场作戏。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性、麻木、冷漠。22，什么是正确选择？重生一次就知道了。譬如你现在突然醒来，趴在初一课桌上，满目望去都是熟悉的身影、场景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？你有未来15年的心智，你已经知道学习非常重要了。你的小伙伴跑来找你去玩，你只会说一句：滚一边去，别耽误老子考大学。人所有的错误选择、错误行为，都在于没有经历过，没有办法复盘。这就是推演的重要性，
你推演到了未来5年，就会对当下的行为进行修正，当生即生，当舍即舍，这就叫做贵人指路，不如自己去悟。没有人指点，自己就做自己的引路人。23，你能给对方提供什么价值？男女关系中，当你在抱怨对方时，先想想你能给对方提供什么价值。异性价值，你的颜值、身材、打扮以及深入交流的和谐度等。2，经济价值，你的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发展空间、房车、家境等。3，情绪价值，你的脾气、温柔体贴，愿意为对方付出，为对方着想，遇事不做，俩人能良好的沟通，具备精神层面的交流，兴趣爱好、三观一致等。你提供的价值越高，对方背叛你的成本和门槛就越高，你们的关系自然越好，这是价值交换的人性铁律。24，你一心向上却一事无成的原因是你不够狠。狠的本质是什么？不是像李世民那样一箭射死他的哥哥，自己来做皇帝，这是狭隘的理解。狠的本质是排除万难，追求最极致的效率。这意味着你自己要是个激进主义者，为了理想你可以拼死拼活地干。这意味着你不能有太强烈的是非感，只要不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，怎么管用怎么来。这意味着你不要太局限于你的出身，如果原生家庭给你太多伤害，你就要勇于冲破牢笼，大胆地搏一把。这意味着但凡闻到一股大猎物的血腥味，你都要死不要脸地冲上去抢食。成大事者不纠结，纠结的本质就是不够狠。狠的人总是看不到旁枝末节的，他看到的都是事物的本质，做哪个环节能够直接逆袭，他就在哪个环节猛干，从不跟你磨磨蹭蹭的。人要往上走，总要跟别人抢的，也总会被人骂的。圣母心能够让你赢得观众，但狼子野心才能让你赢得总冠军。25，能力增长最快的方式是一边拜师找人带，向任何值得学习的人，最好向有你想要的成果的人拜师求教。汇聚链接人才的心思必须达到变态疯狂的地步，主动出击，抓住任何可能产生链接的机会。一边听话实践，改进再实践。如果你一直在学习，没有立即实践，你就无法发现自己的理解有没有错误，有没有符合实际情况。没有被实践证明的知识是假知，被实践证实的知识才是属于你的真知。一边自己当老师教别人，一边经常跟聪明的人交流讨论，触发灵感，这就是最快的方式了。任何人都应该这样做。26，成年人要大胆谈钱，敢于要钱，敢于收费。对方如果需要你的帮助，却在你谈钱时就拉关系、套近乎、扯感情、讲道理、道德绑架，说明他只是想占点便宜，想单方面索取，根本没跟你交心，没考虑你的利益，也不认可你的价值。而你呢，如果一直得不到回报，又不断的付出，很快会心理不平衡。慢慢的，双方的人性的不好的一面会展现出来。高品质的人际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，是以价值交换为基础的，而不能某一方不断的吃亏，因为这种关系一定维护不长久。双方愿意谈利益，在此基础上讲关系、感情、道理，这才是长久稳定的、健康的、互利的关系。27，不要骂传播知识的老师。不要骂传播知识的老师是传销骗子、割韭菜，没人想单差评风险，割你那100来块钱、几千块钱。别人把自己几年、几十年的经验知识浓缩提炼做成产品，那么便宜卖给我们，应该表示感恩。在过去没有互联网时，你想学到这些知识，先跋山涉水跪求拜师，打杂3、5年，跪在下面听。现在老师居然要站着讲，学生坐着听，躺着看，还要老师做营销，做售后服务。学生动不动就要给老师差评，要投诉、退钱。看到老师的知识产品的付费价格就张口骂、喷、嘿，道德绑架。想白嫖占便宜的人，基本都是认知过于低下，没得救了，
老老实实待在底层吧。他自己没有求学的诚意，就是佛陀道祖降临也开化不了他，可以直接过滤掉了。28，人生是筛选的艺术，是隔离的艺术。成年人的世界，不要去纠正任何人，要学会筛选，包括朋友、合伙人、员工。如果你一直成长，身边的人跟不上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就要学会隔离，减少接触，否则他们会不知不觉中把你拉下来。弱者是不舍得筛选，不忍心隔离的，那怎么办？就会鸡飞狗跳，一地鸡毛，慢慢的坠落。你想带着猪队友飞，结果是猪队友带你掉分。学会了筛选、隔离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，一直向上。29，人和人的硬件是一样的，一身躯壳，软件不一样，思维认知。人和人的思维认知差距所造就的价值贡献、现实成果的差异，比人跟单细胞生物的差异还大。思想认知低劣、错误，你后面的人生就往错的方向走了，越走越错。因为这条错误的艰难的路上，还有大量与你同行的，他们跟你交流想法，牵引你的注意力，耗费你的时间、精力、注意力、金钱、资源、情感，让你更加难以洗刷错误的思维认知。他们发现你的思维认知与他们不同，就会过来同化、拖累你。于是错误的思维认知一直排不出去，排出去了，又会有人往你的硬件里下载劣质软件信息。所以你敢不敢割舍掉现在差劲的圈子？敢不敢离开这些人的拖累和骚扰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才？愿不愿意卸载自己的垃圾软件，相信牛人的思想认知，让这些拿到现实结果的人给你重新下载硬核软件？愿不愿意听信他们的话，模仿他们的思路办事？30，越是底层的人，越是内卷的厉害，能突围的都是凤毛麟角。底层杀出来的人都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六亲不认。和那种靠着家世背景、人脉圈子混的人不同，从底层杀出来的人，他本身并没有太多值得倚仗的东西。血脉亲人如同吸血恶鬼，同学朋友则两面三刀，口蜜腹剑，他们真正能依靠的往往只有利益，不管是利益捆绑，还是利益输送，或是其他形式。反正利益在底层杀出来那些人看来比人心靠谱多了。当年郭德纲3进北京，始终不被看好，那些京圈的前辈经常诋毁刁难他，无人提携，遭人陷害，在北京城里处处碰壁，如履薄冰。最后贵人侯耀文拉了他一把，同时也说了，郭德纲一路走得太辛苦，容易嫉恶如仇。31，大多人的一种发展状态，残血不敢动，满血开始浪，应该调整到的一种发展状态，残血大胆浪，满血要慎重。文溪山的一句名言，事到难处应放胆，局将全胜要留神。高手就是残血打遍全场的人物，不求实力远远超过对方，每次只剩一招足矣。就好比过这一关需要100块，准备101块就可以，不需要多花时间精力去准备200块、300块，每次只高一口价，干净落，快速过关，绝不拖泥带水。32，心性厚重的人无往不胜，永远有机会。心性不足的人，一次拒绝，一次嘲笑，一次跌落，就彻底散架。能够快速在别人心里建立良好印象的关键点，就是学会买水，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。你第一次和别人见面，你买2杯奶茶带过去，立马拉近距离。保养车给小哥一人带2瓶红牛，他们给你维修得更精细，也更不会坑你。聪明人和人聊天谈判会有掌握节奏，当话题继续不下去的时候，就给对方递一根烟，满一杯酒或茶，介绍一下菜肴。傻子不懂这一点，傻子只会想办法滔滔不绝。人际交往的本质就是价值交换，你为别人提供了价值，别人自然就愿意回馈你。有人请客吃饭，千万别空手去，要带点小礼物，一表示尊重，二也能更好的沟通交流。带瓶酒或带盒烟，礼多人不怪。
学会认同他人的关系。你这衣服真好看，你皮肤真好，你这个视频真不错，我要为你点赞。每个人都喜欢赞美，人际交往中大方认同别人，会让你收获很多意外惊喜。33人这一生就是一点一点增加见识，增加能力，总结经验。不能利用一切时间积累进步，就会当几十年的低能，一生对别人没什么价值。劣质的低等人按部就班混日子，天天重复，年年重复，很多年过去，再跟他沟通，还是那套思维，还是那套语言系统，还是那套行为系统。控制不住自己，被物欲牵着鼻子走，除了上班当个螺丝钉，就是下班睡大觉，玩游戏，看视频，闲聊扯淡，把自己的生命质量拉到平庸水准。为什么一生都是韭菜？一生被人收割？他以为是别人在压榨他，伤害他，其实韭菜是自己割自己的，是他自己选择了低质量和堕落，没人逼他。是他自己想偷懒，想玩就玩，想睡就睡，想爽就爽，做大量促进自己将来被淘汰的事。有人想唤醒他，他却一直保持怀疑批判态度，真是朽木难以雕琢。34到能接触到核心信息的地方去。身处在充斥着低质量信息的环境、圈子、阶层中，你的大脑就无法接收到能改善你的物质条件的核心信息。没有优质的信息源即不断释放高价值信息的牛人、高手们，没有优质的信息，不摄入优质信息，你的认知就会低质量，思维低级、错误，精神状态、情绪感受都会出问题，行为也就错误。精神、情绪感受不佳，行为错了，你做什么事就都是错的，在错误的方向、行业努力。35，不要跟阻碍你的人深交。如果你想做成什么事，你去找他聊一聊如何做成，交流一些经验、教训，需要建议。他一个劲儿地告诉你各种你做不成的原因、理由，否定你的计划，动摇你的军心。这是很难，不可能，别想乱七八糟的，建议你别做，为你好，你不行，而不是给你建设性的建议。他们只会卸掉你的能量、动力，让你泄气。你需要的是那些能告诉你如何做到、做好的人，或给你建设性建议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